必谈南海问题，特别提到中国对非援助，但马克思越是回避就越是重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马超说。不久之前，菲律宾前任总统杜特尔特突然开启了他的访华之旅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他对中菲关系予以了高度的肯定。而杜特尔特回国后不久菲律宾现任总统马克思就赶忙对中国示好。今日，马克思发表了自就任以来的第二次国情咨文。在全程近1个半小时的演讲之中，他对南海问题是避而不谈，而是特别提到了中国近段时间里对菲律宾的援助。很明显中方警告菲方不要在南海问题上再生事端的口信，杜特尔特是带到了，所以马克思现在才会非常的谨慎，希望中国别误会，菲律宾在中美之间只是想当墙头草。不得不承认，虽然南海问题自马克思上台之后就紧张了不少，但这个人基本的眼力见还是有的。这一次他在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，中国大使也在场，所以他避开了南海的事情，而是强调了我们对他们的援助，以此来博取中国的信任。而除此之外，在今年早些时候，菲律宾迫于美国的威势，答应对美军重新开放4个军事基地，并且与美日联合举行了一次军演。这2件事情呢，让中国对他是很不满意，于是他立即邀请我国高层访问菲律宾，来解释这2件事情。同时他还向中国保证，菲律宾绝对不会站在任何一方，也不会让美国人在军事基地内存储军火，一旦台海爆发冲突，也不会让美军使用这些军事基地。眼看着马克思如此的识趣之后，中国也给了他一颗定心丸，承诺如果菲律宾能做到这一点，中菲就是朋友。当然还有一句没有说的，那就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那中菲就是敌人。综上所述，与杜特尔特相比，马克思在本质上其实也是一个2面光的滑头。不过这并不是我们就此对他放松警惕的理由。要知道，马克思越是回避就越是重点。马克思此次对南海的事情避而不谈，不代表他未来也会消停下来。而中国在为菲律宾提供有关援助的同时，也不代表我们在关系到中国核心利益上会对菲方做出任何的让步。如果马克思是打算通过墙头草的手段，一步步蚕食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的核心利益，那等待他们的将是中国强有力的反击。纵观中菲关系之大局，南海问题并非是阻碍2国合作的关键。中国一直将菲律宾视作友好的邻居，同样，菲律宾也视中国为其最主要的合作伙伴。中菲2国的关系稳步发展，对2国的人民乃至整个区域都是有益的。马克思只有明白了这一点，那中菲2国之间的关系才能迎来一个新的篇章。好的，本期话题到此结束，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聊。